齿印，牙齿印，看到没？50个，那不止，1两多。长龙坑深处的黄色金属会是神农鳞片吗？这是一处千百年来无人涉足的地底深渊。波涛汹涌的地下暗河仿佛直通地府，来自地心的大雾笼罩了怎样的扑朔迷离？今天我们将利用专业的绳索技术，深入其中，探寻龙的传说。究竟这个长龙坑有没有村民说的那么可怕呢？我们这时候呢，就开始布绳下降，准备去到坑底一探究竟，看一下神龙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好了，话不多说，升起，升起 ，Go！ 已经成功把线开到了这个洞口。我现在呢，丢一个石头下去，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我的天，还在想。开路先锋袍哥现在开始布线了，这个就是金达尔光。我做好了安全保护，就准备开始下降了。保护站的旁边看到了一株天脉冬啊，嚯，这个非常的少见。这个长龙坑门口，哇，已经下降到第2段，刚才相机掉下去了。我这时候是挂在保护站上面了，大家一定不要模仿。这个旁边呢有湍急的河流，那个亮光的地方呢是好河，然后往前走是一个很偏僻的平原。继续下降，连续下降了150多米，现在终于是抵达了这个长龙坑的第3级平台。等到了我丢失的相机，摔成这个样子了。现在袍哥依然在开线，这个下面还非常的深邃啊。一个大裂缝，我们这都是穿戴了保护，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户外有风险，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好了，继续开干。专业的 SRT 技术。在这个下降点的旁边呢，发现了一株盐白菜啊，这个下面阳光非常的稀少，但是这个盐白菜依然在顽强的生长啊，非常的漂亮。哇塞！好了，咱们继续下降。这一层呢是要降到这个深潭里面啊。我现在是打好了专业的保护，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哈。这个前面呢是一个狭窄的裂缝，然后那个有电筒光的位置呢，就是它的第4级平台了。咱们继续下降。这里让我想起了阎王沟啊，就是这种景象。这个阴沉木从上面这个石化的痕迹来看，应该是下来了很多年了，不说1000年，800年应该是有了哈。非常的结实，继续深入吧，还不知道有多深。这时候雾蒙蒙一片，队友正在下降。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妙妙屋，这里面有人为码砌的石头，好神奇啊！在这个200-300米深的长龙坑底下，居然有人为修筑的工事。嚯，太神奇了！现在队友到前面去了，我们继续下降。我们现在呢就顺着这个水流继续向东道深处前进，前面已经能看到一些钟乳石了。哇，这也是人摆在这里了，可以看到这上面已经玉化了。不知道这个摆在这里多少年了，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非常的牢实，前辈居然是下降到了这个底部，200-300米深啊！我的天哪，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竖井，咱们继续前进。豪哥这时候正在开线，这是做了专业保护的，大家一定不要模仿。这里有一眼瀑布啊，有一股瀑布倾泻而下，这里下去并不太高啊，可能在8米左右。然后那个前面呢，就是非常狭窄的河道，一直往深处前进了。从这边下来之后呢，这个下面是一个深潭，差不多50多公分深啊。豪哥前面又出现了一个断崖，我们继续开线布绳。看到没？20多米，又是这种20多米的，这个好费绳子啊。做好了双道保护，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的瀑布，哇，好壮观啊！豪哥依然在开线啊，
这个下面不知道有多深。能不能？涛哥的点点星光，这里下去不止30-40米，可能有60-70米的高度。咱们继续下降。大家一定不要模仿专业的 SRT 技术，专业的装备的保护，请官方一定不要吹牛啊！开干！在我从那个位置降到那个中间的断崖处，这里有个小平台，哇，这简直就是水帘洞嘛！现在袍哥已经通过了这个水帘，往那边去了。走，咱们继续前进。已经冻得不行了，感觉说话都有点打高烧的感觉啊！这个前面呢，这个裂缝感觉是深不见底啊，反正是雾蒙蒙一片，不知道有多深了。扔个石头看一下，扔个石头看一下吧。好冷啊！我的天哪！这个还有100多米。喂，快看这野狗！什么？哇哈哈哈哈！三根！我在这里发现了好东西！我的天哪！放在这里！我的天哪！厉害了吧？放这里还有没有？现在长龙坑里面发现了黄色金属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物质，但确定它是金属的。我咬一下。哇，看牙齿印，看到没？哇，这啥？哇，软的哟！我的天哪！看一下，快看有没有？看一下还有没有？好冷啊！你刚刚怎么发现的？我在这里啊！我这里一看就看见了，看到反光。哇塞！快走，在这里，太厉害了！那我们是不是找绳子继续下降哦？看这里，我靠，小伟又发现一个。哇，这个沉了，这个好沉啊！你们都放在这里吧。看一下。再找一下，好多。这里有一个，我去，洗一下。哇！天哪，这厉害了！看到没？又找到一个，又找到了，说明这一块很多，这是一个回水湾。好冷！放到这里，这水里面应该还有很多。白骨遍地的天坑，你见过吗？这是一处与世隔绝的竖井洞，采药人称内部藏有古董。村里面有古董哦。对。哦，当地村委邀请我们对其一探究竟，万万没想到在里面发现了可怕一幕，拍摄不易，感谢您的支持。豪哥，这次我们终于要发财了。村里面有古董啊！前几天才捡到黄金，又捡古董啊！哦，这有的搞啊！这有台阶上去了，非常的安全，但是大家一定不要模仿。依山而建的台阶，台阶上面呢是有一个人工马砌的垛子，这个是进入狂崖洞的第一道关卡。现在火门已经上去了，咱继续前进。传说这里面有一堵糯米封的墙，墙里面呢是藏着有古董。糯米，小糯米，应该就是说的那个三合土啊。哇！我操，这个有点难度啊，有一个小裂缝，这样进去，火门过来了。哇，他个子小，一下就钻过来，我在这里卡了好一会儿。他下手劲呢？哦，这只是他的一道门，是不是？这是一个20多米深的洞道，然后过来之后呢，来到了一片四周没有公路的原始寨子，马上就可以进入那个垮崖洞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只是这个寨子的关卡，这个你们从来没下去过啊？没去过，从来没人下去过。这就厉害了，我们现在就抵达了它的核心部位。这是一个蜀金脉还是一个董啊？这一个10斤，10斤下去啊，可能应该是什么？投石温度先看一下。
10到20米。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起始锚点。下面有啥子？有小坑。现在我做好了保护，可以看到，这里垂直下去的高度差不多是30多米。豪哥说下面发现了小坑，那我们继续下降，大家一定不要模仿了。现在成功的从上面降下来了，这里有一坨这个荆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然后这个下面呢，好像是有几个通道。哇塞，厉害吧这个？我的天哪！天哪！点个烟，这就是人嘛？我靠！哇塞！这边发现了骨头啊！我操！这边有一个骨销坑，那边有一个洞道，这边好像也有一个洞道。我怎么有你尸体？在那边发现了骨骸，这时候袍哥在拍照啊。我们去这边洞道看一下，这里洞道并不深，然后我们去这个前面看一下来。这个下面有很多碎石块，而且这个洞道里面特别的潮湿，这里有人为马砌的这个宝坎，应该这个当年在夺土匪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里面熬制过小土的。看一下这个洞道，这边有个洞道，过去看一下。哇，这里发现了一个石头。哇，这会不会是滨州石？好亮啊！这是从哪里进来的？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面的，好像是滨州石。我们带走吧，把这个石头带走，然后交给那个研究地质的相关部门研究一下。如果这是滨州石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然后我们去这边看一下。哇，这个洞道很狭窄，可以看到这个土上面有被锄头挖过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路口啊，路口的这个石头上面呢，都接了钟乳石，说明这个洞道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类来过了。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空间，进去看一下。哇塞，天哪！这里有一些骨头，哇塞！不过从这个钙化的程度来看的话，应该年代非常久远了。这上面就是个钟乳石墙角，哇塞！踩到了骨头上面。这边的2个洞道都不深，这时候我们回到那个竖井底部，去刚才发现尸骨的后面那个洞道去看一下。这个小坑，哇！从上面附着的这个钟乳石钙化的痕迹来看的话，这个应该是很多年前留下的。那边还有洞道？还有，过去看一下，小心一点！我靠，别踩到了这个骨头上面就不好。去这边的洞道看一下。哇，这里特别的寒冷，空气湿度也是非常大的。这里面应该是取过小土的一个洞道，感觉不太深啊。
下面是个小水盆，结束了。这边也不深，这里面是取水的一个坑坑。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石头还挺漂亮。啊，这里这一块石头很漂亮，看到没有？洁白如玉。这个天坑算是全部探明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矿岩洞啊就全部探明了。在里面呢，共发现了3个洞道，但是每个洞道都不深哈。在那边洞道呢，也是发现了一些远古人类的残骸。在这个我的面前啊，也就是天坑的底部，发现了一具年代并不太久远的尸骨啊。这个我们待会儿上去了之后呢，给相关部门报告一下。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呢是发现了有一个大削坑啊，应该在几百年前呢，这里是有人熬过削的哈，所以说在里面躲过土匪，应该是有据可查的。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揭秘更多的奇闻异事。好了，拜拜。迷宫般的土匪寨洞，你见过吗？洞口高筑城墙，贯穿整座大山。只吃3块4钟头。这片山都是空的啊？空的。当地老人直言，寨内有一密道，空间巨大，旧时土匪横行，如今内部是何模样？随我进入一探究竟。咱们在进行户外探索的时候，现在高温时期，一定不要携带火种啊，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也不要给我们的消防队员添麻烦了。好了，我们继续前进。哇塞，哇，快看，已经看到了这个城墙，看到没有？这时候咱们就赶到了这个洞口。据说这里面啊是宛若迷宫，当地的人都不敢进去，说这整座山都是空的，进去了之后怕迷路。这个城墙呢也不知道具体的建造年限，听起来建造的还是比较规整的哈。它是用的这个石灰岩，勉勉强强的用毡子修凿了一下，建造了这个大城墙。我们现在呢就越过这个城墙，进到里面一看究竟。走，出发！这个城墙好规整啊，这个上面有这个地骨流。稍微修整一个，然后这个里面的缝隙啊，做这个防腐啊，填缝。今天他不在家，咱们直接进入内部洞道一探究竟。哇，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方形的石孔，曾经这里做的有越阶，这个寨子是有几层的哦。那边有很大的冷风吹出来，现在我们准备好了电筒，继续深入吧。这里面有坍塌的城墙，应该当年这个城墙呢是一封到顶啊，起码是封到了这个越阶的2层。我们再看这个洞口啊，是不是像一口大钟？我们姑且就称这个寨子为金钟寨，因为这个寨子没有名字。然后再看这里面呢，好像面积并不大。哇塞！这边有一个内室，这里还有生过火的痕迹，哇，特别的干燥啊。这边呢，好像是有人为挖掘过的痕迹，这还有年代非常久远的这个木材堆，当年没有来得及生火啊，这个人就撤走了。这里面除了一些依山而建的那种石孔之外啊，没有发现别的遗迹。火妹跑到哪里去了？火妹你在哪里？哦，这边还有一个洞道，对，是不是？这边还好深。好深啊，有很大的风吹出来哦。哦，很窄。好，我们快，这里还有洞道，我们进去看一下。好，洞道。我天，这里面真的非常的窄啊！大家看，我这个要车着身子才能走，勉勉强强的才能走。哇塞，这里面有很大的风吹出来，应该里面是有很宽的洞道的。继续前进，这里要爬着才能过了。哦，这个裂缝的上面应该是被水流溶湿出来的一个洞道，因为这个上面还有一些沉积土啊。但是这种裂缝呢，非常的稳定啊，所以咱们走起来也非常的安全。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模仿。哇，现在我是冲到了最前面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哇塞，这个地上有水，而且有一些垫脚石，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人啊，他是在踩着这个垫脚石进入洞道里面的。不知道当年这些土匪啊究竟是躲到了哪里？哇塞，这个就是非常的窄，不过刚好能够容一人，这样勉勉强强的通过。如果是个子瘦小的话，走在这里面还是非常容易的哈。大家有没有一种非常窒息的感觉？因为这里有密闭空间恐惧症的话，走这里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折磨哈。但是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探洞经验，所以不要害怕，我们只需要记住来时的路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前进，可以看到这两边的石壁都是非常的光滑，应该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流洗刷出来，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它是水啊，把石壁冲得很光滑，走起路来了，它就不会被挂住。这里呢，相对来说要好走一点，咱们快速前进。我基本上是填满了整个洞上了。到了这里呢，就变得比较狭窄了。这个裂缝的高度很高啊，不知道上面是通到哪里，但是左右的宽度呢还是没有变化，而且跟刚才我们钻的那个洞道呢非常的相似。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准我们来时的方向，待会儿出去的话就会更容易。这里面一直都有人为的痕迹啊，就是这些垫脚石，所以我们断定里面应该有土匪的遗迹。今天的这个金钟寨探秘之旅啊，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果然和当地人说的一样，这山里面全部都是空的，但是空间并不大，它就是这种小裂缝一直深入的。哇，看一下这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哇，这里非常的狭窄了。而且这里一直都有人铺的这个垫脚石。继续前进，不知道有多深。继续前进。哇，这里是死洞道，看到没？死洞道这个裂缝，这里是死洞道了。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狭窄的裂缝，人钻不过去了，而且这里面也没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了。我们原路返回，继续探索其他洞道。哇塞！哇！现在咱们测出来了，哇塞！你们钻了多远？哇，几个小时你们钻了多远？我的天哪！总算又见到外面的阳光了。天哪！太恐怖了，我的天！我的天！全是一个样子啊！越钻越窄，越钻越窄啊！我怕迷路在里面啊！3个人都从里面非常安全的出来了，在里面呢确实发现了有宛若迷宫的这个洞道。这个寨子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但是在里面没有发现碑文记载，也就是说具体的建造年限呢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具体这个寨子有没有像当地人说的，说里面曾经有土匪啊在这里坑杀过万人呢，也不得而知啊，因为在里面没有发现骨骸那些，就是一条这个非常狭窄的裂缝一直深入，而且是百转千回啊，宛若迷宫。好了，今天的探索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视频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了。这是一处100年来无人涉足的峡谷天坑。据当地采药人透露，天坑底部有一古堡，是清乾隆35年刘员外所建，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因被匪患，刘员外撤回天坑，再也没有出来。如今内部情况成了未解之谜。那么古堡是否真的存在？随我利用专业绳索技术实拍刘家大坑探秘之旅。据说这个坑呢是200多年前啊，刘家员外啊在里面藏宝的一个坑，最后呢人和那个宝物啊都没有出来，坑的深度呢是至今无人探明。今天呢我们采用专业的 SRT 技术进洞一探究竟。好了，开搞。到了刘家大坑的坑口啊，我现在做好了保护，我作为先锋呢率先开线。可以看到这个下面非常的高，悬崖绝壁，但是这个是密林啊，大家也许看不出来。开上了50多米，准备在这里做一个保护站。下面呢就是这个200多年来无人问津的刘家大坑，下去还有30多米。我现在在这里做了保护站，发现了这个大黄金
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老虎姜，好大一株啊！我的天哪，长得很肥啊！由于生在这个悬崖峭壁呢，到现在长得这么大都没有被人挖走啊，我们也不要伤害它。但是它刚好在我们布的下降线路上面，我们必须轻脚轻手的落过它。好了，继续下降。那边有一个洞穴，这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从这里看上去有一种阎王沟的感觉啊，这个刘家大坑感觉还挺吓人的。继续下降吧。上面呢是户外下羊，下面是寻途户外袍哥。哇，很顺滑的就下来了。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呢，有一个雾气升腾的狭缝，那个应该就是这个刘家大坑的主洞口。这个跟我们上次在武隆那边探的阎王沟极其相似，可以说地形地貌植被啊都是非常一模一样，不是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我感觉我们都穿越到重庆武隆那边那个阎王沟去了，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因为这下面也是一个长的狭缝啊，但是这个规模呢就比阎王沟那个要小多了。从这里看上去呢，四周都是绝壁啊，也是有当地采药人呢在这里啊进行了多次探索，都没有探索到这个天坑的底部。我们今天呢就对这个刘家大坑进行一个彻底的探险记录实拍。好了，话不多说，开搞。据说这个刘员外啊，带着他的家眷40多口人啊，进入了这个坑洞，就再也没有出去。他那里应该是阁楼一直到洞口上去的啊，有一个廊桥这样过来的。对。哦，这里要盯攀几步。现在我作为先锋呢，已经先过来了哈。这里上去阁楼已经不见了，但是能够看到石壁上面的那种方孔。从这里做盯攀系统上去吧。那上面还有神墙，还有一个天生桥。哇，从这里这样布线上去，完美，开干！我采用了专业的盯攀技术，越过了这个水潭，而且从这个旁边呢是上来了差不多5米的距离。可以看到这个城墙就在我的前方，我们现在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进入这个洞口了。好了，继续开干。从这里呢能够看出，这曾经是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的，打的有这种圆形的方孔，那里也有一个，这个对面也有哈。曾经这里修的有一个廊桥，这里有这种小窝窝，看到没？然后洞口就在上方，我现在布一个大 U。然后让队友他们从这个大 U 过来，他们就没必要踩下面的水潭了。好了，我们继续开搞。这里明显有人为生活过的痕迹，看到没？老碗哈。然后这个前面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继续前进。哇，前进锤子，这前面有个洞，那边有一个洞，但是这里过不去。这里曾经应该是有桥。不知道下面这个断崖有多深，我们丢个石头看一下。看啊，投石问路。我的天哪，这里有30、40米高的一个断崖，对面啊，大家看那个对面有城墙，然后那边还有木板，看到没有，黑色的。我的天哪，这怎么进得去呢？有可能这里要做一个点，然后这样布过去。这里过去宽度并不宽，可能也就3米左右。但是这前面出现了个大断崖，这个有点难搞啊。我们等队友上来了之后再来商量方案。因为这里下去非常高，而且岩层不稳。我现在挂好了保护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断崖。哇塞，下面是深不见底，雾气蒙蒙的。做了双套保护的，因为我比较害怕。来看一下这下面。哇塞，这就是一个无底黑洞。然后在这边呢，豪哥已经将线开过去了。哇，人工起的宝坎，这里还有一个阴沉木，应该是曾经做这个木桥的木料。这个下面有个碗底，还是树胚。向阳也随着这个安全系统过来了，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条走道，它应该是通到了这个洞道的上层。我们上去看一下，这里非常的潮湿啊，应该是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上面做的有这种堡垒，刚刚从这边下来了。袍哥在那个里面探索，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青花瓷碎片，看到没？这里有一个断桥，能看到外面的光景啊。曾经这里应该是一个灶台，这里爬上去应该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因为这个上面相对来说要干燥一点，也只能说是相对来说。现在我们脚下踩的呢，就是一个平台。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这边就是去那个小路啊，这里。对呀、一条小路这样过来，这个上面还有个台子。现在还有煤炭，看到没？这里有个灶台，看到没？哇，这个灶有点意思啊！看到没？它好像外面有个铁桶，还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哦，不是，这是一个土炉子。这里有个炉子啊，有个炉子，这种非常的少见，我还是第一次见。哇塞，人躲在这里躲土匪，我的天，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吧？哇塞！从这里看出去，风景非常的不错，但是非常潮湿啊。黄山哥在下面过大油哈，这个裂缝。好，我们参观完了这边呢，再去那边的大洞道去看一下。大家不要以为进这种寨子就是为了寻宝啊！你说这有什么宝藏吗？这根本就是没宝的哈。哇，活宝！哼，这里有个活宝。因为这个寨子啊，它要么就是土匪寨，要么就是防啊土匪的这种寨子。他走的时候呢，他就会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说他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一些遗迹。不要以为说进这种寨子就是寻宝啊，这啊那的，不可能的哈。不过这个寨子应该是几百年来，我们算是首次啊进入这个寨子。这个地上有很多夜明砂，夜明砂呢就是蝙蝠的粪便。应该到了晚上啊，这里有很多蝙蝠在这里栖息。我们随着这个悬崖走道一直深入，向阳呢就过到了这个大洞窟。这里面有一个小水井的。小水井，哇，这里还有2层洞道，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的环境。洞墙大了点。洞墙很大，上去探索一下。什么？上面还有很大洞墙，看上去了。有没有人为遗迹？没有。我撞过这个。哇，大树井。这个也上不去了吧？上不去了吧？这里上得去。啊？这里上得去。这里可以上去，上去不知道有没有洞啊？但是风景很漂亮。哇，好震撼啊！这个。这里有水下来吗？对。哇，这里好震撼，要垮了，我操！看好悬的哦。但是这个被水溶蚀出来的应该非常结实，可以看到这旁边全是水冲石。我们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这应该是水溶型的，我感觉。我们从这里上来了，大家觉得这个是冲蚀型的，还是水溶型的，还是塌陷型的？我感觉这个是被水溶蚀出来的。大家看这里有个水潭，哇，这个钙化石好漂亮。再看这边，这个上面没有动到了，因为袍哥在那边发现了这个新鲜的树叶啊，所以我从这里爬上来了。现在牛郎织女了吧？对啊，看到这里是断崖，这个树叶从哪来的？我从下面啊，徒手上来了啊。这个树叶从哪掉下来的？我现在去查看一下，看这里是不是有别的出口，或者说是一个天坑的底部。我们继续前进。我以为这边有洞的，实际上并没有啊。这个下面有一个台子，再看这边，哦，这里也有树叶，看到没？哦，那个上面有个洞道，应该那里是连通了地下暗河。哇塞！应该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从这里冲下来。那也就是说，这个
刘家大坑里面啊，它是有几股山泉水的汇入，这里面还发现了地下暗河，但是我们是从它的出口啊往上面探的，所以这里看起来就是这种。我们几个人全部过来了，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这个竖井是如何形成的。比如说这个刘家大坑寨啊，全部探明了，这里面搞不懂。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从这个刘家大坑寨子里面撤出来了，在里面呢没有发现这个老人传说的什么锅碗瓢盆啊这些东西啊，但是在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宝坎，没看到刘元卫一家40多口啊在里面生活过的痕迹，有可能他们是在当地村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撤走了，所以里面是空空如也。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竖井呢，确实是特别的震撼。这时候呢，我们就爬这个150多米的绳子，准备出这个刘家大坑了。也希望能够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啊，能够给一个小心心，探索不易，且看且珍惜啊。好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揭秘更多的奇闻异事。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悬崖峭壁洞穴惊现神秘古石墙，洞口离地10几层楼，又是如何进出？当地老人直言，100年来无人进得其中。此处是神仙所见，还是土匪老巢？洞口的七星桩是否就是入寨机关？带着种种疑问，我们决定使用专业盯攀技术，进寨拍摄影像资料。各位看官，请勿模仿。从这里看上去，地大概是50多米的距离。上面下来呢是100多米的距离，由于是负角度啊，我们只能采用盯攀技术对其一探究竟。这时候我们准备装备，马上开干。豪哥是作为副先锋，户外向阳呢是主先锋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挂好了保护，正在一步一步的向这个芭蕉洞逼近，感觉芭蕉洞在瑟瑟发抖啊。这洞子是人。这感觉真诡异，真诡异啊！这全部都坟了吧？哇，这个下面全部放满了呀！原来，哎呦，土匪啊！哦呦，历经3个多小时的盯攀呐，现在呢，豪哥啊已经快抵达洞口了。据说这个下面呢是当时啊是个万人，也是一个万人洞。好了。我们开搞，豪哥和向阳已经把线开进了芭蕉洞，我现在准备上身，要负重啊，负重50、60斤，带2个包，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这是专业的装备保护。现在我挂到了保护站上面，2个大包也被我驮上来了。我们看这个上面呢，就这里是插在这个石头里面的，这个外面呢就是用这个竹篾给它绑到这个葡萄藤上面了，太潦草了。但是从这个潦草的工艺，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人啊，哇塞，搞点事情多么不容易啊！然后我们现在这么先进的工具，直接几下就上来了，而且非常的安全。他们当时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然后就征服了这样一个洞穴。在这里着重强调一下，我这是3道保护啊，非常安全的操作，大家一定不要模仿。一定不要模仿。好了，继续开干。咱们终于是抵达了这个寨门的入口，可以看到就在这根巨大的野生葡萄树的后面。哇，看这根树好粗啊，这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粗的野生葡萄藤了。这后面有个寨门。我的队友他们都到前面去了，我们在我后面。好，咱们继续上升，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再次强调。从这里爬上来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口呢有2个门柱孔，这应该是有一个是先搞了之后位置不合适，然后又打了一个。这个上面呢也有对应的这个门杠子啊，这边有这个门栓孔，这个建造还是比较合理的哈。这是它的主门，我本来用无人机看到它是有2道石门，实际上并不是的啊。这边呢是它的排水孔，因为这个洞它是一个半山腰的出水洞，可以看到在那个里面它是有水出来的哈，所以呢它这个旁边呢它是做了一道暗渠，这个上面用这个石板把这个盖住了，所以极大可能的利用了这个仅有的空间，
可以看到这个地上非常的讲究啊，跟我们以往探过的一些寨子都不一样啊。以往探过的是一些土匪寨，这个是夺土匪的，所以里面呢它是经常要住人的哈，所以这个地上呢用这个石板啊给铺设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呢有一道非常坚固的堡垒，我们到这个前面去看一下。这里应该是一个瞭望孔啊，这里还有一个射击孔啊，也是外面小里面大，可以趴在这里。这个还有一个孔啊，这里应该是做的有一个木板子啊，可以躺在这里睡觉，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啊。外面是黑漆漆的一片，因为下面是悬崖。好了，我们这时候话不多说，直接往洞道深处前进。这个洞口这里啊，并没有发现什么人为建筑，包括那个老爷爷说的5间房子都没有看到。不知道这个洞道深处是什么样的环境，咱们继续深入啊，边看边聊。这个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有讲究啊，做的干湿分离。可以看到这右边是干的啊，旁边呢有一道护城河，它将水流呢逼到了这个寨子的一边去了，所以这边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干燥的区域，这是它的第2平台。但是由于这年久失修啊，这个沟渠呢给冲垮了，看到没？这个水可能在涨水的时候啊，它是从这里直接冲出去了，所以这个上面的石块呢已经被冲毁了。这个洞体结构非常的稳定，这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石灰岩洞穴系统。什么？应该是老鹰抓进来的哈。有鸟蛋，这里有个天生石桥，我们人可以从下面走。据说这个洞道是非常的深，有几公里深啊。前面有水潭，走，咱们继续前进，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呢？现在队友他们都到前面去了，我跟火门在后面收尾。哇，这是一只红点齿蟾，红点齿蟾站在里面去了哈，看到没？红点齿蟾的成体，比如说这个洞呢，它可能是连通了地下暗河，里面非常的潮湿，这个跟外面不一样。我们从岩壁上面的水冲石来看啊，这条暗河形成的年代真的是非常久远了，最少有1000万年了。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探过的这种防卫寨啊最深邃的一个洞道了。哇，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干净的水源。哇，火妹儿，你看这个，漂亮，好漂亮吧？湛蓝湛蓝的。这个里面没有红点齿蟾的幼体，不知道那个成体是怎么长的。我们现在从这个侧面给迂回过去。我刚刚还没发现，澄清这里应该是做了一个石板啊，把这里给固起来了，这里形成了一个水坝，然后他们想要多少水就放多少水。哇塞，这个做的挺奇妙的哈。咱们继续深入，前面应该有更震撼的风景。在前面的洞道又变成了干洞道，它只是时不时的有这样一个小水潭，而且这里有人工修砌的台阶，这有一些非常远古的云盆，但是现在干涸了。哇，好大的洞腔，上面还有钟乳石旗、钟乳石幔，包括那个洞壁顶上的那些黄色的霉菌，看起来像满天星辰，非常的漂亮。这里面就是一个水洞啊，但是现在干涸了，从这个泥巴上面走了，感觉还挺软和啊。雾蒙蒙的，感觉这个雾气啊，又为这个芭蕉洞呢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在右手边有这样一个裂缝，哇，上面是个竖井，这应该又是一道地下暗河的过经处。哇，好滑好滑，这个真的很滑，基本上就是站不稳。这里什么情况？没动啊，看这洞已经看到了。我的天，那边有一个竖井呐，被堵死了。这里明显是个小水坑洞。你们可以过去不？
好的，这个小水坑里呢？小水坑那么窄，进不去，只有1拃多宽的缝缝啊。孙悟空嘛。我祖传的孙悟空说不了这么小呀。它这里有个瓦片，你这个罐子碎捞起片，来看一下，看有没有甲骨文。全部是淤泥哦，淤泥哦。看不到原来的这个曾经的人为建筑应该是这样的。沙泥岩。哦，曾经的这个人为建筑应该是淹没到了这个泥土之下。遗憾喽，遗憾喽，那个老干喽。遗憾恼火，这个上面啊被堵得非常的严实。黄三哥在前面有没有发现洞道？我在那里拍到了，然后我用这个手去支架伸出去拍的时候，里面确实有洞道，但是由于这个车夫呢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老大，可惜了，可惜了。上面有什么看到没？有啊。去看一下嘛。三哥，回来，这上面有洞道。怎么从你那边来？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遗憾了，我们盯攀了这么久，爬上来，居然是这种景象。这个上面全部坍塌了，密不透风，可以说是。下面还有地下暗河，这个地下暗河也是进不去的，它就是这个小水洞啊，仅存的一潭死水。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洞道，本来从这个洞穴系统啊可以看出，这个洞道应该还是非常的深，但是由于这里地质的变化，这个前面的洞道了发生了堵塞，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了。那个下面还有一个铡刀，看到没？这极有可能有另外的出口，这个是当地的村民有可能留下的生活垃圾。哇塞，这是遗憾的老火哟！遗憾。为什么说这个洞经常会冒水出去啊？有可能就是这个小水洞发生了堵塞，由于这上面的石块啊冲到这个小水洞里面发生了堵塞，然后这个水呢就漫起来，最后外面那个小水洞消不赢的话，它就会漫出去，就会从那个再洞口啊冲出去。哇，那是谁？这里面有洞道的。凤凤下不去了吧？这下面有个缝缝，但是感觉挺大的。你过来看一下。我不过去了，挤不下去。看我们这些队友，一个一个的垂头丧气。看我们身上的家伙这么齐备，准备干大事的，结果你开线5小时，没有了。你开线5小时有什么想说的？我什么都不敢想，没有感想。非常遗憾的老虎，发现了麦田怪圈。麦田怪圈都整出来，麦田怪圈是在麦田里面吗？对，这是麦田怪圈。遗憾的老虎，他在到处乱编。这时候我们回到了主洞口，从黄三哥这个后面准备锁降下去。好了，就来了。这个芭蕉洞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验证传说的又一次失望。就打了那个。这里面说的5间房也没看到。那边打了2次就。对啊，做了越阶的嘛。在经过5个多小时的盯攀呢，然后探索了10分钟，就把这个芭蕉洞给全部探明了。在里面发现了这个干湿分离的大厅，形成了一个2层平台。在里面呢，又遇到了地下暗河，然后又遇到了那个竖井坍塌，然后又以为有2层洞道啊，结果上面又遇到了一条菜花蛇。所以今天的探索还是非常的有价值的。虽然说在里面没有发现老人说的那个大房子啊，这个大地主啊，郭汉之的房屋建筑，但是由于这时过境迁呢，洞道的内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一次探索旅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了。感谢大家观看，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揭秘更多的奇闻异事。好了，准备下降，拜拜。
你知道挣100万有多容易吗？这里是贵州深山的一处神秘天书，当地学者无法解得其中奥秘，悬赏100万，邀各地有识之士破解天书文字。今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参悟安顺赛甲山洪崖天书之谜。兄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不探百米天坑，也不看悬崖古寨，我们为了获得人生第一个100万呢，来到了贵州洪崖天书的山脚下。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啊，我们一起去解读这个悬赏100万的洪崖天书之谜。好了，接下来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我们出发吧。被誉为洪崖天书的这一面摩崖石刻，就在我手指的这面岩壁之下。我们现在呢，就随这条小道去一探究竟。然后在这个旁边呢，发现了一株多花木兰，这个羊吃了比较好啊，会高寿，我靠，寿终正寝。这个一般多用为牧草，实际上它也是一味中药材。大家看，它就长这个样子。好，不多纠结，我们继续前进。这里又发现了这个盐肤木，这个又叫五辈子树啊。为什么叫盐肤木呢？就是因为在以前啊，生活相当困苦的时候，有那个贫苦的老百姓呢，就将这个盐肤木的果实啊，它上面是有一层白色的霜，然后把这个果实栽到那个开水里面呢，去穿一下水，然后剩下那个水呢，里面就会把那个果实上面的霜给弄下来，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啊、提纯，最后留下那个粉末啊，有咸咸的味道，就可以作为盐啊来使用了。这个就是盐肤木的由来。这跟我们今天的探秘啊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说看到了就想说一下。有人说这个洪崖天书啊，它是这个朱允炆啊，为了召集旧部对抗朱棣写下的这样一篇摩崖密码。也有人说它是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啊，这个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接下来呢，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洪崖天书的真迹啊，才能够去仔细的研究，去揣摩，看能否得到这个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再有大家有什么见解的也可以提出来，我们见者有份啊，大家一起分，好不好？这就是传说中的洪崖天书。我的天哪，这个感觉像武功秘籍一样。这就是狗蛋儿当年侠客行。侠客行，对，我看也是侠客行了。我看就是侠客行里面狗蛋练的武功秘籍，我靠！这里有写的36年。这红的，我靠，终于有人来认识了。这个有什么？感觉没认清楚啊。咱们看到这个洪崖天书，它整体的篇幅是非常巨大的，差不多是6米多长，然后1.5米高。曾经有人他这样翻译了这个文字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有燕反之心，破阵殉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失衡，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服燕魔，做阶下囚，丙戊年，夹天下之凤凰。我认为啊，这个学者的这个解释啊，还是比较牵强的，因为在这里我来分析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右边这个石刻，它是相对来说更苍劲有力，看着像隶书，然后刻的也要深一些，差不多这每一个笔画都是刻进去了，入木3分啊，差不多有这个样子。然后在后面这里能够认清字的，大概是什么36年啊，这些字体呢就非常的浅了。差不多就只有1公分左右了。我分析这边的和这边的，它并不是一起的，这应该不是同时刻下了这个篇幅，而这整篇的这一大片啊，应该是500-600年前，也就是说真有可能是那个朱允炆当时在这里命他的部下在这里刻下了这个召集旧部的这样一个摩崖天书密诏。这个字有点像一个像个林，我觉得像个林，就是欢迎光临的临啊，感觉有一点像啊。它差不多是有2字来深，看到没有？刻的是苍劲有力啊。然后这边呢，看着就像一个印章的小篆体，但是我不太认识哈。这边有石凡，这个应该是一个细字或者是能字啊。这几个字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浅了。可以看到，这只有一个小字妹深，是不是？而且这整个篇幅呢都是比较浅的，所以说这2幅字啊，
不是同一时代刻下的。整体的篇幅看起来呢，也并不像武功秘籍啊，因为我们看过《侠客行》，那里面的蝌蚪文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应该不是武功秘籍。然后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还有2幅啊，还有2幅，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就厉害了，这右下角呢，完全像一个道家的符文啊，完全看不懂。然后那个最大的字呢，看着像一个酉啊，像一个酉，就是申酉戌亥的酉。聪明的你们能知道这其中的含义吗？反正我是感觉有点懵。我唯一知道这个上面好像是一只大象啊，但是这个有7条腿啊，算一个鼻子却还有6条腿，算个尾巴还有5条腿，所以这个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现在呢，时间也不早了，然后看来这个100万是挣不到了。我看了一下，就几个字我还是认识的啊。这个时光的时我是认识的，还有这个红牙古字、古子、红牙古子这几个字我是认识的。再还有这个卤菜的卤，感觉有点像，豉油的油有点像。别的嘞，这里有一个圆圈，这里是个圆圈，这边是一个长方形啊，这个我是认识的。别的我就基本上就是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了，这样一种状态。好了，我们今天又错过了100万，看这个聪明的网友们啊，能否为我们解答这个红牙天数的奥秘。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